卢秀燕说，台湾民主空间寸步难行啊，应该不分蓝绿，勇敢为国家前进啊！而且呢，他为了左拥台不附属，卢秀燕跟赖清德喊话，说国家领导人不该带头毁宪乱政啊。那另外呢，这个昨天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合体，所以呢说要重返执政啊。其实，在几个月以前，我就分别跟侯友宜、这个韩国瑜、卢秀燕，因为2020年他们这个秃子、汉子、燕子不是造成这个旋风吗？对，所以我说现在应该在合体，哦，然后再加上蒋万安，因为蒋万安现在人气很高，就3个秃子、汉子、燕子再加上蒋万安，他们都同意的，啊，都同意的。只是韩国瑜因为现在是立法院长，大概要到10月以后，哦，他才比较方便，因为现在太早也不好。那这个侯友宜跟卢秀燕其实都同意的。哦，因为本来当时就造成一股旋风嘛，哈，所以呢，昨天是韩国瑜、卢秀燕、蒋万安啊在一起啊，将来这个侯友宜，我认为侯友宜也会加入了哈。那另外呢，卢秀燕说重返执政缺一不可，蒋万安说我是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因为大家民进党这样像沈伯洋去选总统选总统，蒋万安说我现在选市长，要把市长选上才比较重要嘛哈。那另外呢，张瑞雄就这个吃豆腐说韩国瑜哈秃头秃得好漂亮。光芒四射，所以呢，把蒋万安跟卢秀燕吓死了。那蒋万安会不会代表蓝营选2028的总统啊？说他声势很高，沈伯洋就说：“哎呦，蒋万安心已在2028了，自己静静的等待好了啊。”那因为蒋万安是选的沈伯洋，不是就是变成他了嘛？沈伯洋到宁夏夜市拜票啊，说掀起了洋流。蒋万安说：“我知道有川流，李四川的川流，不知道呢。沈伯洋有洋流，反正就是在他口头上我们吵来吵去了。”沈伯洋说：“看出蓝白貌合神离，说呢借着柯文哲去打蒋万安。当然，蓝白现在合作，蓝白当然也各自有政党的主体性。”各自有各自的候选人嘛。特地来相挺罗志祥的说历史陪爸妈首映会，台北市长蒋万安快闪立法院，大家争相握手合照，人气无法挡。因为蒋万安多了一个头衔，是国民党的新三子。你觉得新三子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拉抬的效应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微笑不做回应，毕竟蓝营如今掌握话语权，带动选情的造浪者转向这3人。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韩院长、万安，我们6都，我们都在，缺一不可。谢谢大家。挑在联合政府记者会的致辞中喊出2028总统大选与立法院长韩国瑜、蒋万安缺一不可，秃子、燕子以及王子的新三子俨然成型，即将冲击2028。但谁是领头羊，谁又要当造王者？我是要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所以持续的专注市政，而且全力推动各项市政的建设。毕竟蒋万安现阶段的角色是连任者，还得提防来势汹汹的洋流。沈伯洋日前到宁夏夜市扫街，民众抢拍合照，人潮络绎不绝，更被形容在台北市掀起洋流。不过蒋万安日前冷回自己只知道川流不息，似乎没把目光放在沈伯洋身上，而不是在那边一直讨论2028是谁选总统。如果他们有心真的想要做的话，那他们就自己静待2028就可以了。但2028到底有没有蒋万安的角色？本人的态度却是刻意维持暧昧距离。来，要选连任市议员的世刚怎么看？刚好前天有个民调啦，一个正传媒的民调，他就问说，谁最适合代表国民党来参选下一次的总统？那其实这3个人都差不多，蒋万安好像29点多，韩国瑜28点多，卢秀燕好像27点多，但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就在误差范围之内了。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就要看分区。中部地区啊，中部几个县市支持卢秀燕的比例非常高，最高。但是呢，台北市呢支持蒋万安选中的比例很低，很低。所以这个看得出来，就大家希望蒋万安在这一届，因为他现在在争取连任的当头啊，这个连任投票还没投完，你就要看到下一个选举，这个实在讲不过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想蒋万安也可以理解到台北市民对他的一些期待了。所以我知道民进党很喜欢操作这中间的一些矛盾啊，故意说拉谁打谁啊，故意把蒋万安捧高高，然后呢要去重蹈过去的一个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蒋万安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他心里面很定啦。他心里面你不会说到这时候还在东想说我这个高一点票的时候，我去想下一次的总统，我觉得这不是啊。再来，我觉得选总统要一个水到渠成啊，我觉得那种感觉很重要。就强摘的果子，强压的苗呢，通通都不成功。所以我觉得水到渠成。那对什么叫水到渠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他的人脉，然后他的这个人和之间，大家都愿意出来帮忙，我觉得那个才会成功。那过去这几次的选举，国民党的候选人大概有的时候都会天时地利人和，有时候差了一项，就往往就差那一项就功败垂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都会思考了，是不是要有一个最从容的人来代表国民党应战，然后这几个人看起来也都不会去中间去扯后腿，也都知道过去这些失败的经验太痛苦了。我觉得大家合作把这个局撑起来。元之。我先讲比较轻松，就是那个洋流啦，哈，这个我觉得这是民进党刻意演出来的啦，因为呢，在那个沈伯洋跑去宁夏夜市的时候呢，哇，网络上超多分享，就是沈伯洋被一堆人包围的画面，然后我就在点开他们的账号嘛，那每一个账号很多都以前都一直在骂蓝白的，而且用了很多梗图啊，可能都是民进党中央厨房提供给他们的，所以就是同一批人。拥着这个沈伯洋，而且刚刚我们看到画面，2楼还有人举牌啦，写洋流。我就问啦，一般去逛街的人谁会弄一个牌子在那边写洋流，对不对？而且那个沈伯洋也被人家观察到一个漏网镜头，就是他刚进去的时候被包围，然后后来呢，那些人离开之后，他就自己跟可能幕僚去吃东西，结果吃东西的时候旁边人经过没有人理他，所以如果一个就是有洋流，他应该到哪里都是被包围啊，怎么会一开始有，到后来的时候就没有嘞？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实体带风向，就是要去营造一个好像沈伯洋很受欢迎啊，讲完你完蛋了，洋流来了，你惨了。这样的一个假象，所以那我觉得可能吴峥不服气啊，但是吴峥如果你觉得真的有洋流的话，你就是跟沈伯洋讲一下，就是如果真的他有机会当选的，把一些政策讲清楚，譬如说他要在那个捷运站设洗澡间嘛，那到底要设几个，在哪里地方设，或者是夜间市长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大家可能想要知道这件事情。那讲回我们这个党内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陈如就刚讲，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时候都会有点在见缝插针，特别是绿营的都很喜欢说，哎呀什么卢秀燕不行了。蒋万安现在又比较厉害了啊，或者是说啊韩国瑜又怎么样，故意要挑拨他们3个。但我觉得他们3个就不为所动。譬如说昨天3个人还一起出席的一个活动，那还特别跟媒体讲说3个人就是一种结盟关系，不会被别人这个见缝插针。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很阿爸的民进党。坦白说，我现在觉得台湾现在能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嘛？因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叫做主权在民嘛，主权在民就是大家一起来决定国家的走向跟方向。那大家彼此之间如果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少数服从多数嘛，就是用一种民主方式来处理。可是现在没有啊，现在多数的民意，国会决定的政策，统治者他一个人不高兴，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法律把它否决掉。那这个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就是说我们多数人通过的法律是看统治者高不高兴，他觉得违反宪政就把你否，他觉得重点是他觉得他觉得可以做就做，就是他一个人的意志来决定这件事情啊。那我每次讲到这个，就说台湾现在真的可以讲民主吗？民进党很多人就会说，当然啦，如果没民主，你怎么可以选举嘞？选举只是民主的要件之一。不是说有选举就一定是民主国家，我觉得这个是2件事情。就像一个人又这样有头有4肢的是一个人，但是有的有头有4肢也不见得是人啊，可是狗啊。所以投票不见得有人投票，不见得一定是民主。然后再来就是。他说：“那你怎么可以骂政府呢？对，可以骂政府，可以骂政府，也不见得是民主。关键是不是由多数人一起来决定国家走向，而不是被一个人决定嘛？现在我觉得就是这样。像刚刚赵大哥讲那个附属，韩国瑜为什么会生气？那个孟凯可能也有看到那个总统写的那个签文，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不附属我们的法律，就看就会令人很生气啊。比如说他说那个儿童未来账户，他说因为。”本人赖总统本人他说他已经有开过国安高层会议，已经决定要发这个钱，所以你们做这个是没必要的。所以呢，我这个是侵害到我的行政权，所以不附属，这根本胡说八道。我举一个例子，像我是教文的，我们有通过一个青年基本法，青年基本法就是叫政府应该要重视青年。那政府难道现在没重视青年吗？他也是有做啊，他可能有一些行政法规是有在做。可是当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很重要，要把它入法，变成说以后不管是谁执政都应该做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定这个法律，不是说行政权有在做，我们就不能够立法，但他就随便找一个理由就把你推翻掉。所以现在就是都是看他高兴呢。希特勒也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希特勒当时在德国得的票是90%的选票，90%是很多的票了。结果后来希特勒变成怎样？纳粹变成怎样？所以呢，民主它是一个程序，但是你还是要遵守民主的制度，而不是只一个选举，不是光一个选举而已。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赵建明去越南4天回国了。哦，那嘴巴不讲陈信宇，不提这3个字，但是呢，他把离婚协议书给媒体看，说媒体当然有些是空白了啊，去看第8条。哦，第8条呢，这个是写什么？第8条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离婚协议书泄密的话，要罚1亿，要赔1亿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个我们不讲，我不讲，是因为呢约好是这样，意思就是好像反射陈信宇有讲啊。那陈信宇就笑说，那我就赔1亿哦，要我赔1亿吗？哦，而且谁出国还带离婚协议书在身上？因为赵建明他回国秀了哈。反正陈信宇也很有趣啊。那而且呢，这个到底是6条还是8条？我要看一下，因为好像听说最后真正的这个先是草案嘛，最后讨论结果是6条啊，而不是8条，怎么会有第8条呢？哦，所以陈信宇说我要看一下啊。那赵信宇的离婚协议书被人家说有4大疑点呐。第一个就是说，你公开协议书算不算违约？因为你不能够协议书上讲2个，只有律师啊或者双方当事人，怎么公开呢？第二说有1式3份，第3份在哪？第3份有可能在律师那里了哈。那这个可能不是正式的，因为呢说正式的只有6条，就陈信宇问是6条还是8条啊？反正就是说这个他们认为呢有疑点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律师说这是废纸啦。哦，其实因为这不是正式的签的啦，因为都没有签的，都没有签名嘛。照理讲，你签名就要签名的签章，看到没有？没有啊。所以呢，否则如果都签好了，你去公布就违反了保密条款了啊。那另外呢，陈信宇就说，你是要赔1亿，用这个堵我的嘴吗？哦，老娘的嘴那么好堵吗？这个意思啊。那另外呢，联合报说，陈信宇、赵建明婚姻已经翻页了，何必再去打法律战呢？就是好聚好散的意思了。我们看一下。大家说一下嘛，这一次念一下你的声明吧，好不好？念一下就好了。都是关于。面对记者追问，前第一女婿赵建明手指比出安静手势，一如既往低调不谈。班机 delay 53分钟后现身，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要警察帮忙维持秩序。那你讲一下，你就简单念一下你的声明好不好？警察会维持一下警察维持秩序，不要在手上拿着一张白纸，这就是亲密友人口中沉默原因的铁证，实际上就是和陈信宇的离婚协议书。其中第8点，双方在婚姻期间的个人生活等相关隐私，以及协议期间的细节，都应该保守秘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揭露、诋毁，违者要赔偿1亿元。那赵律师，请问一下，2300万那个小朋友的钱，我们回来是不是会马上处理啊？会不会还给陈信宇啊？还是有什么话想要跟信宇讲的？20年来都不理信宇吗？朋友说你有更大的声明要来跟我们讲。对啊，第8条。所以跟许芊芊到底什么关系？第8条。面对关键问题，2300万的孩子教育基金同样以沉默铁证回答。赵建明20号晚间抵达小港机场后快闪离开，但陈信宇先前受访提到，赵建明妈妈透露，儿子回国后就会立刻处理教育基金，却通通因为沉默铁证得不到解答，完全不同于扁家有话直说的直球对决。网络盛传，陈信宇在和赵建明结婚前，曾经交往过的医师林子清是被吴淑珍作梗，逼得陈信宇分手。但陈志忠现身网络留言，外界指控家母看不起林子清医师，但家母身体欠安，无心力反驳，代为说几句公道话。双方原本已经论及婚嫁，和林家相谈甚欢，没想到林子清被发现有神秘第三者，信宇只好忍痛分手。当时难过好一段时间，霸气言论，父母又停解。吴峥。对，我记得当年好像还有个新闻是阿扁还要晚上去找这个信宇回家，就是因为当年有这个他跟他前男友那一段情伤啊，然后就很难过，或者讲久了。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最新的发展，就因为当然今天看到赵建明医师他回国，然后他主张说其实他们2个有签这个所谓离婚条款，然后当中有这个对所谓的保密条款，他可能觉得陈信宇提了太多他们2个人生活之间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后真的会要走到上法庭，大家来去互相求偿的意义吗？因为陈信宇也讲了，其实那按照赵建明出示这个条文，其实里面包含说离婚协议的文本也不可以公开。那赵建明把这个
离婚协议这样拿出来发送，那是不是他也违反？那如果两个人都违反了，那你说各求偿1亿，那不是最后就打消吗？所以当然这法律上可能要留到法庭去解决啊。但我觉得今天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看到赵建明医师他的儿子好像也出来发声了，就是赵一安，对，之前是媒体有报道说赵一安有来问他爸爸说这个教育基金到底现在下落如何，但好像得不到解答。那今天是赵一婷跟有一个LINE对话释出了，是赵一婷跟赵建明的母亲，也就是赵一婷的阿嬷之间的对话。那赵一婷也就是觉得跟阿嬷讲说啊，这个就是爸爸就赵建明啊，就对这个许先生很好啊，然后啊，甚至说他们几个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大家都省吃俭用，缩衣节食，然后大学念了3年就念完，然后就是不要让家里花太多钱，但是这个赵建明就花很多。就是包含说给许先生的薪水都比给他们资助生活费来得好啊等等，所以他们也是担心说会不会赵建明就受骗上当啊，把财产这个他们教育基金财产都就这样流出去等等。那我觉得走到这个地步，其实赵建明一直就是当然我们都外人啦，但他应该想一想，因为再怎么样，我们前面讨论离婚协议那一趴，那都是规范陈信瑜跟赵建明2个人嘛。可是今天如果演变到你自己的亲儿子其实都出来讲话了，你离婚协议也不可能管得住这一个你儿子要说什么。那如果今天他们都出来讲了，而且他们也认为说这过程中其实真的有不当的地方，所以一来是儿子都讲话了，我觉得这事情其实某种程度。我们觉得他态势上也蛮明朗。那第二个事情，假如真的最后闹上法庭，其实今天也有很多律师来提醒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法庭其实基本上是公开嘛，大家都可以去旁听。那你花了这么大费心周章，说希望啊大家好聚好散，离开之后都不要去提到过去的隐私生活，但是这个事情最终走上法庭，那其实也是摊在等于是全国的观众面前嘛，所以还是希望说赵建明医师他。深思熟虑啊，希望这个事情有一个好的善后。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赵建明公布了他那个离婚协议的第8条，说这是不是最后的版？因为陈水扁的朋友、家里的朋友说，真正的版本，我刚刚讲。说有人说是，比如像那个陈信文说有8条吗？还是6条呢？说真正版本是6条，这可能是一个草案啊。所以呢，这个主要1亿的封口费哦，那说呢这是一个关键，就是不能透露内容哦，不能透露细节哈。那陈信宇就怀疑说，不是我搞他，有人要搞，还有人要搞赵建明啊，哦，那到底是谁啊？因为有一个叫神秘的王医师哦，所以很奇怪的，也从越南。怎么赵建明到越南去？好像那 IP 也在越南哦，所以就很，甚至他们还有人说是这王医师是不是赵建明本人哦？化个名都搞不清楚哈。那陈水扁的孙子就是赵建明跟陈俊的孩子啦啊，跟阿嬷的对话啊，那说他的前婆婆就是离婚之前的婆婆嘛，叫简水棉啊，就是这些小孩的。祖母嘛，那透过简讯告诉3个孙子，说赵建明从越南回国会处理2300万教育基金啊。那所以呢，陈信宇有公布儿子跟阿嬷的 LINE 记录，说 OK， 我知道，等我回来会叫他把你们的钱一起还给你们哦。他拿去投资，如果有亏损，也叫他补齐还给你们哦，因为投资不一定赚，不过这几年投资应该是赚钱才对的啊，不要再互相伤害了。爸爸努力赚钱也是为了你们。自从你叔叔死了以后，就是赵建明的弟弟死了以后呢，他失去一个可以谈事情的弟弟，打击很大。我们会劝他，就劝赵建明不要再迷失了。阿嬷说到，跟孙子说你努力读书，我们都很高兴。过些时，阿嬷再汇一些零用钱给你啊。这是阿嬷跟孙子的对话啊。那另外呢，陈信宇的儿子说，3个兄弟在海外读书，每月的生活费比那个许芊芊还少哎，说意思说赵建明对许芊芊很好哎，说呢看不下去爸爸专宠已婚的许芊芊，许芊芊就结婚了哦，所以呢说自己为了帮家里省下1年的学费，拼命用3年时间就完成大学，也不容易啊哈，4年要3年读完哈。那我们每个月向爸爸拿的生活费，竟然比许芊芊的月薪还要低很多。
哦，所以妈妈陈信宇之所以大动作开撕，不是要恶意的伤害父亲，只是想帮他们3个兄弟夺回教育基金，不希望这笔钱被外人骗走，好让我们能够专心读书哦。所以为什么呢？就开撕了，打了啊。那另外呢，整天跟爸爸讨名牌包，要讨 iPhone 哦，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许芊芊向爸爸要名牌包跟 iPhone。而且甚至还怀疑他的买房子的头期款也是爸爸这个来资助的哦，所以呢，这个他的阿嬷就是哎呀，他会把钱还给你们的啦哈等等。那陈信宇说，赵家想错敌人，我们不是他的敌人啦，我们只希望赵建明这个当爸爸的能够多关心小孩，该给小孩的教育基金要给小孩哦等等等等哈。那陈水扁啊，有人说。这个陈信宇说，在网上如果太活跃的话，手机会被没收，哦，所以呢，只能在脆上面搞笑给你们看，哦，那另外呢，这个陈信宇说，我弟弟就是陈志忠会没收陈水扁的手机，我还以为是吴淑珍呢，但我不想管他了，我不想陈信宇他不想管陈水扁了，他弟弟管了。那黄伟哲呢说呢，就奖励去看公务人员说奖励他们严守公务机密。因为陈信宇已经离婚1年多，竟然公务机关都没有透露，没有偷偷放消息，所以黄伟哲呢要肯定他们能守口如瓶哦。所以呢，《联合报》说黄伟哲闲到没事干，先蹭赖清德，现在要去蹭扁家，我们看一下，这么无聊。就是说，这样应该是他要赔我1亿呢，他好像高反了。面对前夫赵建明抛出2人离婚协议签订的保密条款，恐遭求偿1亿元，陈信宇一早回应像是捡到枪。那一张纸里面写的任何字，其实就是协议书的本身。1亿这2个字也是协议内容的本身，那就不能。我们就协议不能把它公开了，就是我如果去提告，他应该要赔我1亿。从容应对记者提问，反观赵建明沉默1个多礼拜，最后只给出了 A4 纸，就连陈信宇也忍不住开酸。他隐隐的有点草率这种感觉，然后下面还没有签名。那你们最终的是6点还是8点？我要回去看一下，我没相当随身携带离婚协议书啊，谁会随身携带离婚协议书都要出国玩呢？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打定主意，觉得我没有任何可以跟你们讲的证据，或者他觉得我的证据他要用这个堵住我的嘴，让我不能讲。然后我在看你们很狼狈的在那边奔跑，然后都看不清楚画面。开价1个亿的封口费，不仅堵不了陈信宇的嘴，外传着封口费还是赵建明坚持加入的。那当初这一点是谁提出来的？你说哪一个？保密协议。这也算保密的一部分吧，我不能讲。我现在比较希望的就是教育基金的部分嘛，阿嬷既然也答应要处理了，然后我儿子也曾经跟爸爸问过。然后爸爸也是很阿莎里的说，我怎么会侵占儿子的教育基金？我只是帮你们就是先投资买保险而已啊！你们如果想要自己保管，我就解约，你们自己保管就好啊。只想追回孩子2300万的教育基金，但事件随着赵建明晒出沉默铁证后，演变成双方的法律攻防战。美金怎么看？哎，这个事情是发展就是神开展了啊！我对赵建明蛮失望的。就说他，如果说他回来只准备拿一个影印的这个离婚协议书，然后给大家的话，那他前面就不应该有那个朋友去放那个风声说他要做声明啊，因为他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反而把自己又卷入到另外一个话题里面去，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男士男人。他应该要处理的这个态度哈，而且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第二个是我觉得陈信宇心里面应该还蛮安慰的哦，因为他的儿子跳出来帮他讲话，因为我相信前一段时间就这事情已经吵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啊，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觉得说，哎呀，这个离婚了就离婚了哈，你现在讲陈信宇你现在讲的这些话，你不要忘了就是赵建明。还是孩子的爸爸哈，所以你去开撕他外遇的事情啊，这样对孩子好吗？结果没想到，其实呢，我想可能在他们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些
小朋友都是站在妈妈这一边的啊。就说至于小朋友怎么会，小朋友现在也不小了啦，都成人了啦哈，都成人了啊。然后就说，哎，怎么会知道说，爸爸帮这个许姓护理师许芊芊买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跟陈信妤之前讲说，他都偷看他的那个，偷看他的手机，看他手机内容有关哈？所以我想他们没有，就是赵建明跟陈信妤他们在处理这个离婚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没有处理得很好，而且显然呢，在赵建明坐监，然后出来之后，然后经历过他弟弟的这不幸的这样子去世了之后呢，他不仅是对于陈信妤冷暴力，连他的小孩都感受到了，所以才会今天呢，孩子呢是站在妈妈的立场，来在妈妈呢可能会遭遇到外界一些误解的时候呢，帮妈妈发声。我觉得两个人成熟的大人，好好的就碰个面，处理一下你们现在处理的事情吧。这个赵建明被陈信妤突袭这1个多礼拜以来，我觉得他还没有回过神。他面临对陈信妤每天的这样这个言语上的一些这个举例也好，或是这个评论也好，他还不知道怎么回。所以我觉得这个赵建明要请公安公司来帮他做危机处理，但是危机处理得很烂啊。比如说碰到这些事情，如果在一般比较这个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的人，当然就找公安公司帮他处理，然后甚至代为发言，律师代为发言，甚至更有甚者，就拿出过去我一些汇款记录等等。啊，这就是一定要去你为你自己的社会形象去做一些挽救，毕竟你还算是一个台南的名骨医啊，骨科医师，所以我觉得赵建明可能真的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他如何去面对这些外界对他的质疑哦，所以要包括律师啦、公关危机，甚至他自己要找公安公司律师来代表他对外发言，否则他这个狼狈的在这个机场跑来跑去，又会成为他留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印象。来，孟凯，刚刚思刚讲说要找公关公司啊，然后我觉得黄伟哲也应该要找，不知道是谁给他一个建议。如果说是你幕僚给你的建议，那幕僚我建议是换掉了。人家家务事，然后结果你一个市长跳出来讲是说我要颁奖给这个公务员，说哎呀感谢公务员没有泄密，公务员没有泄密不就是天责，不就是职责所在吗？你这样子做其实反而才此地无银300两。拉回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啊。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很难讲说谁对谁错，因为毕竟他们两个的事。可是，在外界大家那么多1个多礼拜之后看下来，为什么普遍来讲，大多数人会对于陈信妤好感度很高？很简单嘛，在镜头前面侃侃而谈嘛，在镜头前面落落大方，在镜头前面就是可以很率真的自我表达，甚至大家对于他20年前那个谁没有拿过我爸爸钱的那个形象都已经改观了。就代表是说，你可以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给说明清楚，好像让大家觉得你坦荡荡。反过来说，如同刚刚赵建明讲，没有错啊，你其实很简单的危机处理。有 A、B、C， 你要么就选择从头到尾都不回应，不要被找到。但不是在这一次的一个事件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叫警察说：“哎呀，媒体把他给赶走，说我不再接受任何的回应，因为我已经不是公众人物了。”那之后又被抓到说你出国，那出国回来的时候，你也一定预想得到是说会有大堆媒体在那边守候你。你其实你也可以很大方的面对媒体，就简单讲几句。但最糟糕的就是给一个所谓的影本离婚协议书，但是又没有说明清楚，也无怪乎刚刚那些媒体记者，你有没有听到？他们都在讲一个重点，就你能不能开个金口，把离婚协议书上面的字给念一下？其实某种程度上，媒体也就需要交差，也都需要一个画面。但如果说你连这个画面都不给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大家当然就会追着你。那一来一往之间，一个镜头是侃侃而谈，一个镜头是有点，我不好意思讲，但有点抱头鼠窜的感觉哦。那这样子相比之下，那个荧幕上的形象跟公关的危机处理面对，当然就天壤之别。我看那赵建明拿出那协议书，才知道原来有保密哦。因为之前陈信妤什么都讲了、啊，我们已经知道超多事情了、啊。譬如说什么他在家里面被赵建明当幽灵啊，然后还有赵建明什么看他骨头的时候非常的很不理他、啊、什么之类，就已经讲很多了耶。所以然后原来有保密协议哦，所以我就觉得蛮奇怪。所以刚刚那个陈信妤还讲说哦，这个不能告诉你，因为是秘密。其实他已经讲了非常多的事情了。那我之前是一直在想说，为什么陈信妤忽然会这样？因为他以前给我们的
印象是说，他不想把他的私事摊在媒体前面。那如果媒体追他太紧，他会生气。那为什么这一次他每天侃侃而谈，而且很大方的接受媒体访问？那慢慢就是这个事件经过一两个礼拜，我在猜啦，可能就几件事情。第一个，他维护他儿子啊，就是有关于那个教育基金的问题，因为他儿子也很在乎这个事，否则儿子干嘛去跟阿嬷讲？所以可能教育基金这件事情结束了，也许陈信宇就比较不会讲啊。第二个就是他还是蛮在意那个许芊芊，然后而且从他儿子的那个LINE的截图就知道，因为他儿子也认为说，为什么他爸爸就是赵建明就是许芊芊已经结婚了，赵建明还要买那么多东西给许芊芊，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啊。那也许就是当这两个原因得到一个结果之后，或许这个陈信宇就比较不会出来。但是我发现陈信宇其实后来好像还蛮喜欢这个跟记者聊天的过程，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记者也学习怎么跟他相处，就是譬如说会讲一些他有兴趣的话题，例如说记者知道他喜欢史努比嘛，然后就是说，陈医师你好像很喜欢史努比，然后陈信宇平常讲话都很大声，忽然一听到史努比就，对啊，我很喜欢史努比，就是那种少女心爆发。我看，然后就是那种，然后今天讲到他儿子。然后他也是谈他的儿子那种母子之间的那种相处，也是侃侃而谈。所以会不会其实当记者跟陈信宇知道什么互动之后，然后慢慢陈信宇以后大家就会在荧幕上面常常看到他，我觉得也不可能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回到国旅哈，那所以说现在要抢救国旅，平日住宿最高可以补助3700块哦。那观光署要投入33.3亿优惠生日券啊，希望能够呢这个观光客能够留宿要住嘛，你不能当天就来回不住了不吃饭不在那边消费啊。那2026国旅补助8月20号开放登记，有五个补助，平日连住补助。生日住宿，补助你住宿去乐园玩，平日连住呢，这个最高可以补助2000啊。那另外呢，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5折啊，大众运输也给你优惠啊。另外呢，企业员工旅游给你奖助金，每个团给2万块，企业团体呢，也是这个有。这个本岛呢要大于25个人，离岛大于10个人就给你补助啊，就希望就赶快，就一方面能够不是只是当天就来回了，能够住在那个地方多消费一点啊。那平时住宿呢最高可以折3700块，要抢救国旅，9月1号到11月30号啊。那另外呢，这个本岛跟离岛都有不同的补助啊。然后呢，这个参加活动啊，也有不同的这个补助跟住宿，还有生日券啊，每个月都会抽出1000个寿星，可以得到1200块的住宿券啊。所以呢，离岛最高可以补助2500块，生日券1200块，所以最高可以得到3700块啊。那国旅补助现在已经有2万人登记生日券的抽奖，观光署长说预计产值会有180亿啊。另外呢，国旅人次跟支出都创历年新高，但是呢，有80%是当天来回，哦，所以呢，住宿率又低，希望你能住旅馆住，你才会消费嘛。住宿要花钱，你在外面总要吃啊，吃喝等等哈。所以呢，因为80%都当天来回，所以看起来呢，这不到2成哦是住宿的哦。那另外呢，国旅人次支出都创历年新高哦，所以呢当天来不来回，产值差4倍，就住在那个地方，这样吃喝啊、玩乐啊，就可以要多4倍的消费啊。那旅宿业者说，应该从根本来解决观光问题啊。那另外呢，这个现在的副作用是有补助才有旅游，所以变成大家都习惯要补助，你不补助我就不去哦，你补助我才去。我们看一下。暑假即将进入尾声，旅宿业也即将迎来淡季。为了让国旅热度不间断，交通部观光署推出平日国旅补助，各县市府也纷纷加码，希望抢攻国旅商机。
花莲县府祭出团体优惠，只要合法旅行业组团20人以上，每团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的奖金。如果行程还包括指定的客家地点，再额外加码5000元。至于个人自由行住宿，连续住2晚，可以最高补助2000。9月开始花莲的住宿率我们认为应该是在平日2到3成，这个降率4到5成左右。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散客的部分，让我们的这个住宿平日住宿能够有明显的提升。花莲暑假住宿率平日4成，假日大约6成左右，比往年还要少了2成。希望这次透过加码优惠，吸引更多旅客到花莲游玩。台中市观光局则是推出周周住台中抽奖，特奖直接送出1整年的度假住宿，另外还串联70多家旅宿业者推出伴手礼折扣，还有连住优惠。同样主打连住优惠的还有台南市平日住3晚，第3晚直接免费。另外还有机会抽中饭店吃到饱，还有住到饱的优惠。离岛马祖也串联4个乡镇，只要住满2晚，也可以获得当地特色的纪念品。各地配合中央补助，纷纷加码，就是希望可以在暑假结束之后，还是可以旅客不断。刘元之。就如果都是用补助的话，其实大家就会养成一个心态嘛，就是平常没补助的时候去就会觉得很贵啊，那就是跟吃吗啡一样嘛，没补助大家就不想去。所以本质上我觉得观光署要想的还是怎么去让台湾觉得变得好玩。那这个好玩除了是台湾人愿意留在台湾之外，那也要让外国人愿意来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价钱，因为国旅被大家最诟病的就是平常的饭店就是很贵。那你不能说只靠补助啊，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没有补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贵，就宁可出国。所以以前大家不是有开一个玩笑嘛，就是说有钱对没钱人出国，有钱人留在台湾啊。那这个就是大家都很知道状况，可是观光署又一直不去解决。然后其实，在招揽外国观光客也都是常常用补助的方法，例如说好像有一些计划就是国外观光客来这边开会，然后开会呢就直接给外国观光客钱。就是说这笔钱给你啊，那希望他们可以多住几天，或者是用这个给他们的钱来在台湾消费。但实际上，我觉得那钱有很多都是白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来我们这边本来就有基本的消费，然后我们再给他们钱，他们也就是把我们给他们钱拿花掉而已，他并不会增加他们的支出。所以真的要让国旅受到欢迎，我觉得还是要从那个本质的提升，不然的话就是加强行销，弄一些故事。像之前那个故宫嘛，不是就有一个什么藏。那个有一个什么74经文呢？对，那个龙藏经，龙藏经，教育委员会要对那个故宫平常去的人平常也没那么多，龙藏经一出来，74福报就去那么多。那当然很喜欢去日本，因为日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故事包装，比如说什么灌篮高手路线啊，或者是幕府时代路线。那台湾有时候也要有这种东西，大家才会一来再来啦。抢救国旅讲了几年？大家有印象吧？就说已经喊了那么几年了，从疫情之后，每年都在抢救国旅，每年都在编列预算，但是就是来做补贴，来做补助。那如同刚刚跑马讲的嘛，就是如同打吗啡的一个效果。可是你没有对症下药的话，你就真的很难变成是一个长久持续性的事情。而且这一次所提出来的补助，还是一样，就是过去有使用的嘛，什么生日券啦，这个住第一晚比较少钱，第二晚比较多钱。但实际上来讲，大家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核心根本的概念，就是为什么人要来你这个地方玩？你的特色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办法说每个县市至少讲出一个特色，那个地方特色只有这个地方有，其他地方你真的看不到。所以刚刚元之讲嘛，如果说就是独一无二的龙藏经只有在我们这边才有，你来就有这个福报看的话，大家就会想要去故宫南院，大家就想要去故宫北院嘛。那一样，我们故宫有那么多的国宝，观光署过去有没有跟故宫合作，还是我们各推各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资产以及我们自己一些亮点，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利用。那最后讲啊，就说你不要到最后真的只是你每一次都在宣誓，都在喊口号，可是实际上，民进党这种从上到下真的有关心过国旅，或者说有真的想要做观光这一门生意吗？如果要做观光的话，就不要分任何的市场，有市场大开大放、大明大合，把所有世界想要来台湾的人全部都吸引进来、纳进来。我想这才是真正拼观光的最好发展。对，我想刚可能孟考委员最后讲的是也提，可能我不知道确定了，可能委员提到陆客，不过还是澄清一下，现在是中国没有开放陆客，而不是我们把它挡住。那以国旅来讲，其实因为
刚刚原子讲到一个，就是说包含大家会觉得说国旅的贵，例如说住宿啦，一些相关的这些开支，好像跟去国外玩也没差多少。那其实以前我有看到一些做旅宿业的朋友在分享，那为什么说他们就说为什么他们也不希望贵，可是为什么会贵？是因为台湾的可能观光我们有比较很明显的淡旺季之差，那他们呢就是可以趁旺季的时候来冲收入。可是如果不在这旺季的时候多赚一点的话，那淡季的，因为他人事一年不能只请一半的时间嘛，那这样他淡季的时候 cover 不回来。可是这边有个点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因为随着交通的方式不断的进化，现在你说不管是联航啦，然后这个松山直飞日本啦，然后甚至说坐船坐几个小时就到宫古岛啦，其实大家选择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就讲回来还是要到怎么样？其实台湾人是有钱而且又愿意花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去日本是玩到全世界去最多人次去日本的国家，所以对重点还是怎么样让大家把钱留在台湾。关键当然是大陆观光客啊，就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呢，两岸关系越来越坏。好，我们这边呢禁止，我们不让旅行团到大陆去，然后大陆呢任何的人来，我们现在规定非常非常的严格哦，任何人来呢，那城市那个双城论坛那个要台办要来一个人交流，那个动物也不准来。